人家穿越自带满级外挂，我穿越自带智障闺蜜。她在宫里招摇撞骗，我在宫外坑蒙拐骗，她赚得盆满钵满，我离死只有毫米之远。有一天，我装瞎给暴力太子按摩时，看见了她腰间的小猪佩奇，那猪鼻子还正对着她的肚脐眼。那一刻，我这辈子所有悲伤的事都压不住了，直接爆发出了一阵浑厚如走地鸡的笑声。盲人推拿的名声崩不崩已经不重要了，我感觉我的头随时要跟脖子分身。尹依依，你在姑的腰上笑什么？想死就直说。殿下，我真是喜极而泣。这神兽长得太有安全感了，那迷人的大眼睛仿佛在说你是天选之子，是真正的社会哥。社会哥，乔话是说这叫社会猪。文上人保护一生不羁爱自由，是真的吗？我跟闺蜜乔乔在出去自驾游的路上遭遇车祸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事，反正我嘎了，还穿越了，带着我专业的按摩工具，我在人生地不熟的江国装瞎，打出了我盲人推拿包治百病的名号。然后我就接了个大单子，客户身份保密，但我一眼看出来我去的是东宫。见到太子尉迟兰的第一面在温泉池，他穿着袍子，提起剑飞快朝我劈来，我一动不动，笑死！这几年多少人试过我？你看我怕吗？他抛了剑，解开袍子趴在了贵妃榻上。开始吧。这标准的腰臀比，这宽背，肌肉多一分少一分都差点意思。我鼻子底下莫名有点湿润。你流鼻血了？贵人这里福泽深厚，小人福薄。油嘴滑舌。拿出我自己做的精油，均匀抹在尉迟兰的背上。我迫不及待的上手，我故意凭借瞎子的身份，把他盖的帕子往下扒拉了一点，失焦的双眼彻底定焦了。赫然一只小猪佩奇，我把嘴唇咬烂了都没能忍住。你笑什么？我尽量把眼睛转到别处。小人突然想到，让贵人缓解疲劳是我祖上积德。一只小猪佩奇若隐若现。小人真的太感动了。真受不了，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他奶奶的，死乔乔！等我看见你，我真的要让你死翘翘。最后尉迟兰冷着脸走了，还是他身边的大太监求情。说你好不容易有伺候贵人的机会，你笑什么？我身有顽疾，俗称笑点低。林公公恨铁不成钢的看了我一眼，请问公公，这宫里是不是有位奇人能在人形上作画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公公？小人耳朵敏锐听出来的。宫里的确有位奇人能在人身体上作画。好你的乔乔，你他妈早发财了吧？劳烦公公引荐引荐。不是我不愿意，是那位奇人说了，要想见他必须对出他说的暗号。什么暗号？上一句是问君能有几多愁，犹如太监逛清流。乔乔给我写信说，他跟延庆王南巡去了，要2个月后才能回来，让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在宫里留下来等他。要不怎么说人走运睡觉都有人递枕头呢？尉迟兰起码扭到腰了。林公公收了我的钱，再次举荐了我。尉迟兰光着背趴在贵妃榻上，这次我做好了十足的心理准备，完全无视了那只小猪佩奇。谁知道突然进来了4个人，都喊尉迟兰为皇兄。他们一边聊着宫里的趣事，一边脱掉衣袍往温泉池里走。我余光看了一眼，收回来，收不回来了。2皇子背上纹着一只皮卡丘，4皇子胸前纹着迪迦奥特曼，做飞天姿势，还特么头朝下，一行清泪从我眼角流出来。2皇子背上纹着一只皮卡丘，4皇子胸前纹着迪迦奥特曼，做飞天姿势，还特么头朝下，一行清泪从我眼角流出来。我自己拧肉拧的。乔乔，你就为所欲为吧！我一低头，发现尉迟兰正转头看着我，赶紧双目失焦装瞎。你哭什么？我眼泪砸了他背上，摸到你背上伤痕累累，我只觉得您年纪轻轻过得很不容易，一时没忍住替您难过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尹依依。你是第一个跟姑说这种话的人。啥？想必你也猜到我是谁了。以后就留在东宫吧，姑不会亏待你。还有这种事情？林公公冲我的腰，催促我谢恩。他劲太大，我一个没站稳就跪下来。我一抬头，画面不可言喻，2个手颤巍巍在地上摸着。殿下，你在吗？在。我刚刚好像扯到了什么。是姑的袍子。你刚刚笑什么？因为我看不见，从小便饱受欺凌，有人就告诉我，愤怒的时候要大笑，这样别人就会忌惮了。你放心，以后在东宫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真没想到，传闻中喜怒无常的太子竟然这么好骗，抱到大腿了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太子的御用按摩师。我的住处被安排在距离太子房间不远的偏房，说是方便我去给太子按摩，但没想到我上班第1天就迎来了客户，又有点像找茬的。这就是昨天殿下带回来的人，传闻有绝技，按摩治百病。哼，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。瞎子，莫不是装瞎？去试试。你去，凭什么我去？你去！我的腿！2个娘娘，我是瞎的，不是聋。周围顿时安静下来，我看他俩的衣着，大概可以猜到他们是东宫唯2的女主人魏良娣跟徐良娣。你按摩可以治病，虽然包治百病是我诓人的，一般的头疼腰疼还是可以治的。我没说话，保持微笑。有个病，你能不能治？娘娘身体有恙，不是我，是殿下。殿下他
不举。这件事有点严重，两个良弟也不是乱说，说是自从他们进东宫，玉池兰就没碰过他们，所以有理由产生这种怀疑。虽然我没治过这种病，但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我是贪钱的人吗？必须是啊。对我来说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但我一想到乔乔赚盆满钵满，我就得气不打一处来。我一定要比他更有钱，包养闺蜜的活谁也别想跟我抢。我也实在没想到，玉池兰看着这么年轻力壮，竟然……唉，暴殄天物，这不是。为了金主妈妈的幸福，我一定要给她治好。太子这段时候勤于政务，腰伤频发，当晚就召见了我。我进去的时候，玉池兰趴在床上，眉头紧锁。小太监引着我走到床边就退出去了。偌大的房间只剩下我们俩。上次你替我按过后，伤处舒服很多，这次你可以稍微用点力气。我应了一声，给玉池兰上手按着背，一边寻思着这隐疾该怎么治。隐隐约约记得以前在杂书里看过点病理知识，有几个穴位，希望对这方面有效。说是就是，我果断掏出银针。这是做什么？针灸跟推拿更搭哦。你能看到穴位吗？我经验丰富。玉池兰半晌没说话。你居然不信我，我就知道。行，你扎便是。好家伙，我这头盲扎操作直接把兔子扎成了个刺猬，结果针拔了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心灰意冷的回房睡觉，寻思着不是彻底没救了。万万没想到，深夜东宫突然大乱，火光冲天，脚步声震耳欲聋。我看见窗外匆匆来去的人影，觉得不妙，拽住一个急疯了的小太监。出啥事了？起火了还是造反了？尹姑娘快跑吧，殿下他一夜之间不举了。我正在原地，这句话信息量极大。首先，玉池兰她本来可以，其次她现在不可以了。我回忆了一下，99%跟我扎的针有关。总结，我把玉池兰扎不举了。可人好，这次我真完了。刚刚小太监说他正寻我，只怕待会儿就有人来找我问话。此时不跑更待何时？乔乔，你还是来找我吧，我只怕没命等你了。我故作淡定，先打发走了小太监，快速收拾了钱财，准备跑路。我卷钱翻上东宫的墙头，凭借着对地形的记忆，终于在1个小时后走出了我的院子。谁能告诉我东宫怎么这么大？我左转右转，好不容易走到花园，还以为终于找到出口，却看见假山石后站着2个黑影。我躲在树后，借着月光看见其中一人的脸，是魏良娣。此刻他正依偎在一个男子怀里，两人你侬我侬。恍惚间，我脑中浮现了玉池兰那张脸，脑子自动在他头顶披上一顶绿帽。玉池兰现在不管从哪个层面都失去了作为男人的尊严，我突然有些许愧疚。看什么呢？看社会哥后院着火。好看吗？有点心疼。这么远能看见吗？废话，我又不瞎。看来真不瞎。你这双装瞎的眼睛都看见了什么了？看到你头顶有绿光，这我敢说吗？说。你的胸肌、腹肌、肱二头肌、肱三头肌、背阔肌，还有腰下的小猪佩奇。小猪佩奇是什么？神兽名佩奇。玉池兰的目光越过我，又扫向魏良娣那边，已经没人在了。把你刚刚看见的烂在肚子里。我一个劲的点头。太子有隐疾的消息不出半个月就传遍朝堂，不少朝臣上书，希望皇帝再三考虑。如今皇帝身体越来越差，几个儿子也都在暗地里较着劲。4皇子站队玉池兰，3皇子站队异母同胞的2皇子。玉池兰隐疾的消息一放出来，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，而导致朝堂动荡的导火索，也就是本人。我闯下这种祸，玉池兰竟然没杀我，只派人看着，免得我又跑了。根据我多年看小说经验，玉池兰一定没事。他故意露出破绽，想要揪出有歹心的贼人。那天看到自己的良弟跟别人幽会，他还那么淡定，像是早有预谋的样子。玉池兰的小技术都被我看破了。结果我还没笑够，就被人带到玉池兰面前。你那天怎么给我扎的针？我身体出了点问题，主要在下半身。不是哥们儿，你来真的？这事情有点大。这几天玉池兰秘密召见了好些太医，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太医们集体甩锅，谁扎坏的谁治。好家伙，怪不得不杀我。我后背冷汗直流，只能强装镇定。莫慌，我能治。哦，玉池兰哦了一声。那就算算前面的账吧。为什么装瞎？天生就瞎，前2天来东宫突然好了。殿下这里果真福泽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为了保命，有些时候不该看的看到了，只会惹祸上身。玉池兰没说话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只好转移话题。这些都是小事，给我3年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。你说什么？ 3个月。3天。
这3天是治病期限吗？呵，明明是我的大限。第1天疯狂查医书，找不到，没关系，还有时间我可以。第2天毫无进展怎么办？跑路吗？跑不掉啊，大爷的。第3天杀就杀了吧，好像你记得我要粉色骨灰盒。最后期限前，我跑到玉池兰的酒窖大喝了一场，喝多点，大头的时候不怕。我拎着酒壶跌跌撞撞往回走，我又哭又笑，一路巡防护卫也没人敢拦我，一不小心就横冲直撞进了皇家浴池。不巧，浴池里还有人。Sorry， 我赶紧捂住眼睛，转过来才觉得不对劲，这不是魏良娣吗？这件事怎么又被我碰上了？尹姑娘怎么在这儿啊？还喝了好些酒。我是找到了治疗方法了，一时高兴吧。你说的对，那男人已经不在了。殿下刚刚还在呢，有急事先走了。毕竟他现在有这个心没这个力，还希望尹姑娘明日不要让大家失望。神他妈有这个心没这个力？你这么说，玉池兰她知道吗？那人要是玉池兰，我都跟他姓。魏良娣没再多说什么，余光瞥见池边放了一瓶药粉，上面写着合欢香，这名字哪是什么正经药，玩的可真花。然后就把药瓶揣进了怀里，等我死后就把这个留给乔乔，也算一份娘家钱。第2天我心如死灰，到了玉池兰寝殿，玉池兰正在擦剑，我扑通一声就抱着她的大腿跪下。你这病我暂时可能治不了。他面无表情挥了挥剑，我冷汗直冒。但是我对你有用，真的，我知道很多官场秘闻。玉池兰动作一顿，居高临下的看我。例如呢？大理寺卿有痔疮，户部侍郎屁股不对称，还有……玉池兰继续擦剑。二皇子正在拉拢延亲王。他停下动作。我知道我赌对了，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推拿时装聋作哑得知的八卦。换成别人，知道这么多秘密，早就被杀了。也就我装傻一流，推拿技术一流，苟到现在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能帮你拉拢延亲王，你再信我一次。延亲王是我最小的一个叔叔，他不喜跟人结交，连我们这些侄儿也从不给面子。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，但我闺蜜认识啊，他俩还一起去南巡了。熟的嘞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好不容易从玉池兰手里保住一条命。当晚我精疲力尽回到房间，正要扑倒在床上，一柄剑直接刺破床板，插在我耳边，我吓得一跃而起。刺客紧追不舍，他一把扯住我的头发，把我拉回去，刀光一闪，眼看见就要刺下来，却被一柄剑挡住。是玉池兰，他狠力的挥剑逼退刺客。刺客见状不妙，正要跳窗跑路，门外传来嗖嗖的剑声。等我出去的时候，刺客已经中箭倒在院子里。我愣在原地，看着刺客落下泪来。玉池兰神色复杂的疏了我一眼，是东宫护卫的疏忽，吓到你了。我拉下玉池兰的手，慢慢走近刺客，看着他手指间缠绕的一缕头发，怒火中烧。我的头发，不可原谅！我抬脚对着刺客的脸猛踹。周围围上来的羽林军们都默默后退了一步。玉池兰以集中守卫为由，让我搬进了他侧殿。我也是后知后觉，自己真的从鬼门关走了一趟，吓得好久没睡着，怎么都觉得身下有刀。等我一睡着，就给我扎成刺猬，这感觉太难受了。我只好大着胆子裹着被子溜到玉池兰的床前。你想干嘛？关于今天晚上的事情，我有几点猜测。殿下，你想听吗？我们可以盖着被子纯聊天啊！没等他说话，我就蹑手蹑脚地钻到他床尾睡下了。太子的床底下总归没刀子了吧？我安心了。你有什么猜测？我清了清嗓子，就前2天吧，我不小心又看到了点不该看的，我怀疑有人要杀我灭口。你又看到魏嫣跟老二了？大哥，你这么淡定，显得我很呆啊。魏嫣是魏将军的小女儿，幼时读书跟老二就认识，进这东宫自然也是他送来的。虎狼之心昭然若揭。玉池兰什么都知道，却没做任何干预，只怕有自己的打算。感觉这世道不安稳了，得为未来早做打算。但隐隐约约又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我一开始动脑子又不清醒了，昏昏沉沉的睡着后，开始原形毕露，展现奇葩睡姿，从床尾挪到床边，又从床边挪到玉池兰的被子里，直到我伸手摸到她身上，被人一把抓住才惊醒。玉池兰已经一跃而起，钳住我的手，把我压在里侧。漆黑的房间内，她的表情晦暗不明。社会哥，你行了！你说什么？我忙改口。殿下，你行了啊！行得好，行得妙，行得呱呱叫！玉池兰一把掀起被子盖在我头上，把我紧紧禁锢住，丢到了床尾。你要是敢掀开，后果自负。我无罪释放啦！现在根本威胁不到我，我只知道玉池兰又可以了。我在被子里快憋死了，玉池兰还没好，就是说行得有点过头了。早上我带着黑眼圈从玉池兰房间出来，正好撞上来找他商量事的四皇子，他满脸惊恐。我提起一口气，想解释，但又没解释。我说我虽然2个黑眼圈，一脸疲惫，像耕了2亩田的牛，但真的什么都没干，你信吗？我自己都不信。
于是我指了指房间内，又竖起大拇指，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走了。深藏功与名。尉迟兰好了，但他不说，就像我一开始猜的那样，他打算将计就计。朝堂上逼迫老皇帝废太子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就在这时，儿臣请旨，去青州剿匪。太子心细设计，勇气可嘉，准奏。我知道尉迟兰这是要出宫找延亲王了。收拾好了，随姑出发。为什么我也要去啊？你不是说你跟延亲王很熟？那你就证明一下。是我哥们儿。离开京城前，四皇子来送行，尉迟兰交代了一些要事。放心吧，大哥，京城交给我了。说着，他看了我一眼。大哥一路辛苦，注意休息。我怀疑他是别的意思，但我没有证据。尉迟兰这次出行没有大肆宣扬，一切从简。我们很快行至青州境内，这山林附近常有盗匪出没。尉迟兰刚掀起帘子，令人快速通过。原本风平浪静的山林突然暴动，数百大汉举着刀剑围过来。为首的两人身穿白衣，戴着面罩，气质淡雅的跟周围格格不入。我们被逼走出马车，我刚下去就大义凛然的挡在尉迟兰面前。待会儿打起来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你放心，我就是死也会保你周全。尉迟兰看着我愣住了，他值得你这么忠心耿耿。我家公子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很好，他现在很感动。我跟白衣男子对视一眼，挑了下眉。刚刚在马车里我就认出来了，这个顶多1.65米，可不就是我那冤种闺蜜？自己人我还怕啥？正好刷一波好感。哼，尉迟兰，你竟然也会有人这么忠心护你？皇叔，乔画师。尉迟青言带我们回了他的清风寨。这寨子原本是悍匪的地方，延亲王南巡顺手给剿了，觉得这儿风景不错，就暂时住下来，还收编了投降的山匪。王爷，茶凉了，小的去换。当晚，延亲王跟尉迟兰在书房促膝长谈，我以乔乔老乡的身份拉着乔乔睡觉，聊了一宿的天。一宿不睡，便是你受得了，有人也受不了。皇叔多虑了，乔画师的身子骨瞧着比依依强壮许多。我真是谢谢您全家了。虽然他们一言不合就开呛，但大事上聊得还挺好的。我跟乔乔闲来无事，就做起了未来规划。最后一拍即合，这世道风云变幻太快，谁都靠不住，只有银子是正道。我们要做生意赚钱。正好青州地主富绅众多，富得流油。我们考察了2天后，就在青州城内选了一个地段好的铺子，一层做纹身，一层做推拿，简直完美。但我们万万没想到，开业1周，我们店里只来过2个客人。您这背再纹就只能纹苍蝇了。您这都搓掉3层皮了吧？没办法，2尊佛坐镇，浑身煞气，根本没有别的客人进来。好在这2位不缺钱，我们也没少赚。那天我临时不在店里，回去的时候正好看见尉迟兰塞给乔乔2锭金子。你跟依依来自一个地方，那你一定懂她的家乡话吧？你想问点什么？社会哥是什么意思？是昵称，我们那儿对喜欢的人都有昵称。怎么，乔画师没给你起过昵称？哼，自然有。哎呦喂，你们会玩啊！哥，亲哥，求你别说。他叫我老六。殿下！京城大乱！尉迟兰出来的第3个月，宫里传来急报，皇帝病重，2皇子造反，围了皇城，正在逼迫皇帝改传位遗诏。只要尉迟兰带兵回去，2皇子就可以反咬一口说他谋逆。这哪是回京，这是往火坑里跳啊！那以我的名义带兵回去总没事吧？尉迟兰聚集了青雅2州的兵力，再加上延亲王属地亲兵，浩浩荡荡的准备杀回京城。临走前，他又来一次店里，让我给他推拿。我心情也有些复杂。看到了吗？什么？我的胸肌、腹肌、肱2头肌、肱3头肌、背阔肌，还有腰下的小猪佩奇。突然说这些，我一时没懂他是什么意思，下意识往小猪佩奇上一看，只见佩奇脑袋上顶着一个影字，我愣住了。我让乔画师给我加的，你说这是神兽，那希望他也可以护着你。身上纹名字，有点非主流。非主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非常霸气的意思。尉迟兰跟延亲王走后，我跟乔乔坐在院子里喝酒，2个酒罐子罕见没能尝出酒味，有点想社会哥了，想老六了。我俩对视一眼，相顾无言。本来今晚聊天的目的是探讨还能不能回到现实世界，现在一看彻底没可能了，我俩都栽了。寨子外打起来了，可寨子里依旧岁月静好。尉迟兰留了一只护卫守着，我跟乔乔每天种种菜，打打牌，过得很安逸。直到一队金兵闯进来，为首的正是4皇子，他像是刚刚经历了恶战，一身狼狈，找到我就要带我走。尹姑娘，大哥败了，已经往南逃了。
他让我来带你走，去南边跟他会合。这个寨子很快就会有人攻上来了。我手里的菜直接掉了。什么？先别着急，说不定……那还等什么？赶紧逃命啊！你他妈跑了，那我呢？说带他了吗？只说带尹姑娘一人走。小乔啊，认识这么多年，仁至义尽了。现在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我逃命去了，你多保重。下山的时候，我还能听到乔乔在问候我8代祖宗。我警惕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四皇子。太子殿下不是有延亲王护住，怎么会败呢？四皇子一顿，延亲王临阵倒戈，大哥腹背受敌才败的。我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。四皇子带着我一路奔波，我根本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。我开始故意装病、装受伤，拖慢整队速度。一开始他还好言好语的跟我商量，劝我不要娇气，后来直接冷了脸。架起来。尹姑娘腿疼，那就这么走吧，总不能让大哥久等。说的有道理，我突然就好了。我又开始想别的办法。大家一路奔波辛苦，我给大家按摩按摩，放松一下。把一小半的金兵按到肌肉损伤时，四皇子终于发现了不对。大哥就在前面，尹姑娘是不想跟我走了？你也知道啊，这2天我一直在关注路线，都快出江国境期了。马子也看出来不对劲吧？我知道绝对不能再走下去了。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太子殿下了，我这心里就激动的不行。可你看我这一身也太邋遢了，我得去那河边梳洗一下，总不能就这样去见他吧？确实，你这样去是对大哥不敬。我先去溪边洗个澡啊，你们别偷看。趁着夜色跑了。奶奶的，我体测800米都没跑得这么快过。人跑了，快追！身后追兵将至，我竭尽全力跑到一个坡下藏着，忍住喘息。只听四皇子带着人正在搜查附近。找一个娘们儿，我就不信他能去哪儿。我心跳如鼓泪，眼看着四皇子砍掉我头顶的树丛。妈的，跑得还真快！低骂了一声，往另一个方向走去，忍不住松了一口气。下一秒，他突然转头，俯身看过来。找到你了！恐怖片都没这么玩的。我站起来就跑，四皇子的刀在我身后劈下来，却被一支箭破开。只听前方马蹄声阵阵，一人驾马而来，用弓弦勒住四皇子的脖子，一把把他摔下山坡。手给我！尉迟兰驾马回头，伸手把我拉到马背，我缩在他炙热的怀里。这条命好像又保住了。之后翻了个白眼，晕了过去。我醒的时候已经回到了京城，乔乔坐在我床边，眼眶通红。你是不是有病？知道那四皇子不是好人，你还一个人跟他走，你带上我会死啊！那人家又不傻，凭什么多带你一个？我跟尉迟青言这关系，只要说出来，他不带我走，我都跟你姓。对哦，乔乔又气急败坏地给了我一拳头，我干脆躲在被子里，只露出2个眼睛。尉迟兰呢？京城叛乱刚歇，昨天抓住了几个皇子，今天正在肃清整个皇宫，估计忙着吧。不好了，太子殿下他起码又扭到腰了。我带着精油去尉迟兰房间的时候，他光着背趴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我一眼就看见了他背上纵横的伤疤，有旧的，也有新的。有旧的上面又盖上了新的，就连小猪佩奇的鼻子都有一个刀痕，看起来有点搞笑。我忍不住笑了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尉迟兰转头看我，朝我招招手。我走过去，他的手附在我头上，揉了揉。哭什么？我把你护得好好的呢。我没好气地拍了他一下，帮他按着受伤的腰。按着按着，突然觉得不对，于是犹豫着问：我有一个问题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什么问题？就是你这腰都伤了5、6、7、8回了吧？总这样，他这个……事先声明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单纯的关心一下，是不是有什么影响？有没有影响？你试试。救命！我真的只是单纯表示慰问，好吧？其实也不是那么单纯。至于有没有影响，我想还是有的，影响我睡眠。腰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废了。朝中叛党肃清，2皇子、3皇子自知难逃一死，关押期间就自尽了。至于4皇子，他说就算死也要死个明白，于是要求见我一面。走走走。天牢内，昔日的天之骄子荣光不在，他神色颓然，发红的眼睛盯着我。我怎么想也想不通。路上你察觉不对很正常，但我后来想了想，你分明在清风寨的时候就察觉了异样，所以才会自己跟我走。为什么？我到底哪里露出了破绽？跟魏嫣有私情的不是2皇子，其实是你吧？魏嫣说的。早在你们逃离京城的时候，他就请旨出家。
我准了。是你的纹身。那天我虽然喝多了，但隐隐约约看见浴池里跟魏嫣缠绵在一起的男人胸口有点什么。后来四皇子来清风寨，我看到他就突然想起来了，那胸口上的图案分明是迪迦。我做的是另一位杰德纹样。四皇子这些年假意支持尉迟兰，实则偷偷给二皇子传递消息，落得个发配云州的下场。而老皇帝身子好转，朝中空缺官员有待选拔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尉迟青言却又要离宫远游。给你们的送行礼物，我放在马车上了。我有一心愿未了。你说，按照现在的情况，你得喊我一声婶婶吧？来，叫一声侄媳妇儿。乔乔，你是我的婶儿，我会想你的。等孩子出生，我回来喝喜酒。谁要生孩子啊？尉迟兰她腰还没好利索呢。香木马车潇洒自在地行在官道上。我回东宫的时候，尉迟兰不在，夜里才醉醺醺的回来，听他身边的大太监说，尉迟兰去找皇帝下棋，把黑子下成白子，一整个乱七八糟。到底想干嘛？父皇，我怕依依跟乔画师走了，他可能不回来了。你在我这里说有个屁用？你去找啊！我找人盯着呢。所以呢？我今天来就是跟您说一声，他要是想走，我也收拾东西跟他一起走了哈。那几个不孝子都没了，你走了谁来继承朕的位置？父皇，您身强体壮，要不再生一个吧？这种坑爹建议，他是怎么说出口的？依依，别走，我跟父王商量好了，让他再生一个。但看着尉迟兰醉醺醺的脸，我又实在没法生气。半个月后，收到了乔乔的来信，他在信里骂了我半页纸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我送的礼物不满意。那合欢香我珍藏了那么久，这小没良心。不过尉迟青言似乎很满意，还遣人给我送了好多小娃娃玩的东西。我看着满箱金玉，顿时觉得他们走时我喊的那声婶不够响亮。娃儿啊，你会走上人生巅峰的。小崽子踢了一下肚皮，给予回应。尉迟兰突然捧着一本书，风风火火地走进来，我吓了一跳。我知道了，孩子的名字我终于想好了。尉迟兰这2天一直在翻各种书，请教翰林院学士，势必要给孩子起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。现在这反应应该是取好了，我有点好奇是什么。尉迟兰一本正经，这孩子当有凌云之志，治国之才，就叫他尉迟佩奇吧。怎么，佩奇是世代神兽，这名字不好吗？我默默摸了一把肚子。如果这是双胎呢？哈哈哈，那我得准备2个名字。不用了，我起好了。另一个叫乔治。